新的一天，9月13号，准备继续出发。出发之前，在这儿来碗牛肉面。今天早上的早餐，牛肉面，还有手抓饼，还有羊肠子。这玩意儿我以为是鸭脖子呢。这个羊肠子里面包的应该是米吧，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是啥了。那肠子应该包的好像是大米，米肠子好像是。好烫，先吃这个吧。哟，这包的还方便面啊！今天打算是吃完饭之后，把这海北州这个地方，西海镇这个地方转一转。听说有个博物馆，溜达溜达。溜达完的话，时间应该还早，就可以继续出发了。吃完午饭，继续出发去看博物馆。哇，今天的天气是真好呀！灿烂的大晴天，万里无云，温度很舒服，确实是很漂亮的一个小镇啊。海北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，这博物馆的造型很别致啊！这大波浪，这卷发，绿色卷发，进去瞧瞧。走进青海湖，蒂芙尼蓝呀，这是青海湖。藏语名为错温布，青色的海，海岸线总长410公里。刚才去看了一下海北州的民族博物馆，比较平淡，所以就一带而过了。接着出发，这儿距离西宁市还有100公里。接下来从这儿到西宁的话，就基本上下坡比较多了。这儿的海拔3000米，西宁海拔2200。今天的目标，前面50多公里的黄原县，离开西海镇一路往东，海拔越来越低，绿色越来越浓，温度也越来越温暖了。西海镇附近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河流，基本上都是属于黄水河上游的一些小支流。接下来一路往东，可能一直得骑到甘肃境内，都是在沿着黄水河而走。海晏县，经过海晏县城。海晏县这个名字挺好听的，海晏河清。县政府大楼挺漂亮。中午的2点钟，停车休息片刻，登上眼前的这个小山坡，登高望远一下。山坡下面这个水库叫东达滩水库，这个就是黄水河上游的河水所聚集而成的一个水库。这个水库从地图上看的话是一个葫芦形状，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水谷地的西端。这会儿刚刚离开海晏县，往东走了4公里左右。其实昨天过了那个甘子河乡以后，然后前往西海镇，中间的路上有翻越一个小达坂，那个达坂就属于日月山的西北段的一个小垭口。
现在所处的这黄水谷地，就是由3大山脉合围而成。北边的属于祁连山系的达坂山，达坂山的那一侧就是大通河，黄水河的支流。然后西边以及西南边日月山，日月山的西边就是青海湖了。然后南边拉脊山，也是属于祁连山系的支脉之一。拉脊山的南边就是黄河谷地，就是母亲河黄河了。其实这达坂山北边的大通河，严格意义按照长度以及流量来说，它比黄水河要更长，流量更多。按理来说应该是干流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自古以来这个黄水河的话名气比较大，所以就一直干着。昨天过了杆子河过来翻的那个小达坂，也就是日月山西北段的一个小达坂。日月山同时也是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一个分水岭。现在到了这河黄谷地，黄水谷地已经到了季风区了。来自于东南方向的太平洋水汽可以到达的黄水谷地，产丰饶，土地肥沃，自东往西绵延300公里，面积不大，也只能占到整个青海省面积的23%左右，但是它却养育了整个青海省60%的人口。我的天哪！当我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。这个气候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。前一段时间一路过来经过的柴达木盆地以及祁连山中间的哈拉湖、青海湖这边，虽然说面积广大，但是气候比较恶劣。哦呦，差点绊死我！实在是难以承载巨量的人口，但是在这黄水谷地却可以承载如此多的人口，真的是令人赞叹，令人感叹。这水库边上这儿也有一座小山，其实我应该爬到那个小山的顶上去讲的话，那样的话更加的豁然开朗，但是那个山实在太高了。接下来这几天一路往东，就一直沿着黄水谷地顺流而下，谷地会越来越宽广，气候会越来越湿润，绿色会越来越浓。以前就听说过这大名鼎鼎的河黄谷地，今天终于是来到了这儿。这个地方是整个青藏高原的最低的一片区域。这黄水谷地的最东端好像叫明河吧，应该是那个地方海拔只有1500米，青藏高原的最低点。然后再往东的话就是黄土高原了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一个词儿，叫逐水而居。这个词儿我以前在那个骑行青藏高原、西藏还有阿里高原那边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提到。因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水，找水比找露营地更加的重要。而人类的历史发展也一直都以此为重点，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这个地方其实和伊犁河谷很像，它这个黄水谷地是一个开口向东的一个喇叭形的地形，可以接受来自太平洋的水汽，在这形成比较丰沛的降水。不过不同的是，伊犁河谷的开口则是向西的，接收的是来自大西洋的水汽。所以说有时候这相隔万里的不同地方，虽然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但实际上道理都是相似的。哇，青藏铁路也从这儿过。这个黄水河谷地不但是地理上一个非常丰饶的地方，同时呢也是一个交通上的重要地理单元。从内地黄土高原过来的人物资都要经过这个地方，通往西边的青藏高原。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分为3条线，往西北方向
可以穿过祁连山脉，进入到河西走廊，到达丝绸之路的主线。然后往西的话，翻过日月山，再经过青海湖，一直到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北缘，就是所谓的丝绸之路的青海道的中线。然后往西南方向，同样是翻过日月山，就可以走唐波古道，一直到达青藏高原的腹地拉萨。人文大动脉，交通大动脉。好，下坡了，下坡继续出发，沿着这黄水谷地一路向东。看着秋天肥美的牧草，看得我都想吃了。为什么说秋天很适合贴秋膘呢？因为秋天这些牧草、这些野草都结籽儿了，所以牛马羊吃了这结籽儿的草以后，就长膘长得特别快。然后人在吃了这些短短牛、短短马、短短羊以后，就营养很丰富。哇，这草籽里面都能捏出油来。继续出发，我的小铁驴还在乖乖的等我呢。秋高气爽，啊，金秋时节，你看这个树的叶子亮亮的，闪闪发光。翻越日月山，告别青海湖，终于是迎来了比较熟悉的气候，终于是见到了比较多的树。之前高原之上只有草原，就见不到树。真的是恍如隔世啊！过了海晏县，一下子郁郁葱葱的森林出现了。这个地方现在除了海拔稍微高一些，2900米，但是其他方面和我老家的金秋时节没有两样啊！太舒服了，这个秋天。金黄的麦田，这片地里面全是油菜，都已经成熟了，快要收割了。这边有个商店，休息片刻，吃个雪糕。哇，今天到这一段真的是恍若隔世。前2天的时候还在青海湖周边的青海湖盆地，这应该还算是属于高原气候，只有无尽的大草原，挺冷的，早晚温差也大。但是昨天翻过日月山以后，过了海晏县，一下子这个植被就丰富起来了，我的天哪！遮天蔽日的绿色和森林，大概是太久没有见过森林了，给我的震撼和感动真的是难以形容。吃完雪糕继续出发，这熟悉的感觉，时间仿佛又回到了23年的秋天，太像了，真的很像23年的秋天。
骑行在秦岭的感觉。中国原子城，台北。下午的4点钟到达黄原县，县城这儿的海拔是2600米。这黄水河穿城而过，这段河也叫巴彦河。沿着河边找一找，看能不能找一个7星级的露营地。哦，这个地儿就挺不错，好像面积有点小，再往前走走。挺漂亮的一个河谷小县城。哦，这不是沙棘树吗？这沿河这个绿地还可以，植被覆盖率相当高。转悠了一圈，感觉还是这块小地方比较适合搭帐篷。小小的一块木板。今天晚上的露营地就在这儿了。跟前就是黄水河的上游巴彦河。夏天发洪水，所以这个河水比较浑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对吧？前几天的视频剪一剪，好几天的视频都没剪了。今天过来这50多公里，骑得真舒服呀！一路下坡，从海拔3000米一直降到了这海拔2600，沿着黄水河的河谷顺流而下，太舒坦了。哎呀，休息会儿。哇，这头顶还有一棵沙棘树啊！